嗨，大家好，我是阿用。那今天这一集呢，终于有空来跟大家一起来帮我的这台新的 ZX10R，然后来安装一些配件啦。那终于找到时间了。这一集呢，我们要安装的东西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在新车的时候，那我自己个人认为说是必装的一些配件。那这些配件呢，它是相对来说 DIY 的难度是非常的低的。那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也教大家说怎么样简单的去安装这些比较基础的一些配件。它这些配件呢，它基本上不需要用到太困难的工具，然后你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简单做 DIY。那这些配件呢，我觉得自己 DIY 的话，一方面是可以让你培养说跟车子的一些熟悉度啦。那此外呢，你也可以省下不少的安装的工资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安装上非常的简单，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做 DIY。那我相信各位一定跟我一样啊，在已经买车的话，已经花了一大笔钱，那当然是希望能够尽量从其他小的地方把钱给省回来啦。那你自己去网络上去虾皮这边去找这些的配件回来，然后你又可以省下工资。那所以你购买的成本也会比较低啊，然后工资的部分就省下来，然后就自己来做。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说，我认为有哪些简单的配件，然后是在你新车的时候，你就建议你这边可以去装上去的。那各位看到现在面前的这些配件啊，那这些配件就是我建议各位说在新车的时候就建议各位要装上去的一些配件。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驻车球啦。那驻车球的话，为什么要装这个东西呢？就是能够方便你说可以把车子啊，就是能够用你的驻车架给它立起来。那这样子装上去之后立起来的话，你再做一些后面的一些拆装的话，就会比较的容易。然后重点是说你用驻车架这边去立车的话，比较不用担心说驻车架一方面在架起来的时候不稳固，然后会导致说会有倒车的一些问题啊。那像各位去看到说我之前去 YRA 的影片嘛，就是我坐在那个 R15上面，然后教练这边来教我去操作车子，然后就不小心后面的驻车架就跳掉。它为什么跳掉呢？因为它用的驻车架的固定，它不是用驻车球的方式去做固定，它是用那种 L 型的支架。它那 L 型支架呢，其实就会相对来说没有像驻车球这边这么的固定，这么的稳固。然后所以我建议各位说，就是一定要装驻车球啦，就是你之后在保养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说你日后呢会用驻车架的时候会伤到摇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部分就是你在固定车辆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就比较不用担心说你的驻车架会跳掉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萤幕保护贴。那萤幕保护贴呢也是建议各位这边要安装的啦。那像现在我们在台湾每个人的手机都一定会贴膜嘛，包膜嘛，甚至说整个汽车都会去做包膜了。那像原厂的这个仪表啊，它是 TFT 的液晶仪表，它的表面这边其实它是塑胶材质的啦，所以其实是还蛮容易刮伤的。那所以你贴一个保护贴，可以让你的车子的仪表呢，就是长保如新。就是那如果等你日后呢，如果你的仪表表面有刮痕的话，然后你就把仪表给撕掉，就换一张新的，然后你的仪表又跟新的一样。那油箱盖贴呢，一开始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去装啦，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去加油的时候，然后我的 R1 的油箱盖的周围啊就被工读生的油枪给敲到，然后所以导致有一个凹痕这样。那所以之后呢，我就去买油箱贴给贴起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也是一个蛮重要需要贴的东西啦。再来一个要贴的东西呢，就是那个油箱的止滑贴。它这止滑贴呢，就是贴在你的大腿旁边啊，就是让你在夹油箱的时候比较好固定身体的姿势，那比较能够让你的膝盖、大腿这边，然后跟车子的油箱这边比较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摩擦力。那像10R 的这个油箱啊，其实也是超级滑的啊，所以我这边还是蛮建议说，就是要贴这个油箱止滑贴。但贴了之后呢，可能会把这很漂亮的这个彩绘啊，就中间那个彩绘这边会挡到一点
然后但是我觉得为了骑乘的舒适性啊，然后同时也是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箱贴呢，其实是还蛮必要去安装的，所以这边也是建议各位要安装。那在手机架的部分呢，各位知道说我是 QuadLock 的爱用者嘛，那所以呢，我同样的这次也是选用 QuadLock 的手机架，然后但是呢，因为10R 它在上三角台的部分啊，就是多了一个就是这防甩头，所以说它没办法直接沿用 R1 的那一根就是中央的那个固定座这样，那所以它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就是用 Ren 的这个球头座，然后搭配它的这个固定的夹具这边，然后去转接它。那 QuadLock 的这个它是刚好是可以适用跟 Ren 的这个夹具，它是可以是可以通用的。那再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手机架的防震座啊，因为像现在智慧型手机的相机镜头越来越高级嘛，还有一堆防手震的功能，那所以你这个防震座呢，可以防止说就是手机过度的震动，导致说这些相机镜头的防手震会损坏。那这个防震座呢，当然是搭配 QuadLock 的这个固定座，这边就可以去组合在一起去用，那这样就可以保护说你的智慧型手机不会因为在行驶的过程中的一些就是震动啊，会导致说相机镜头会故障。再来就是我们后排的这个底座啊，那这个底座的这个保护板呢，就是去保护说我们的那个大排，因为像各位看到说10R 的这个后排啊，那它的支撑点就只有在上面的那个锁点的地方，它的下面的那些排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固定的一些挡板什么的去保护它。那像现在的大排那么软，你这轻轻去碰一下或者是敲一下，它就整个就弯到变形了。然后所以这时候呢，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底板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蛮必要去装，去保护你的大排，然后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去弯掉。再来呢就是单座盖啦，那单座盖装上去的时候，你的后座这边就变成就是气势就不凡啦，所以当然这个单座盖这部分也是必装的。那最后呢，这是镀膜啦。那车身的这个镀膜呢，就是我会把那个卡钳上面的 Brembo 的那个字，然后去给它做镀膜。因为呢 Brembo 那个字啊，其实常常就是有发生就是会掉漆的情况。那你上了这一层就是 CC 的这个细碳镀膜，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就是在你的卡钳上面有一层 coating 的保护层在上面，这样的话你的即使说就是用高压水去冲啊，就是也比较不容易说就是直接把你的这个 Brembo 的字样的那个红色烤漆给冲掉。好，那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次要安装的内容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来动工吧 ，Let's go！好，那在动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把车子给洗干净，就是让表面的那些油渍啊给它洗掉。因为我们今天施工的项目有很多都是要贴的，那你假设你的车体的表面如果不够干净的话，然后就会变成说你的贴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些油箱贴这些东西，日后很有可能会蛮容易剥落的。今天我们要施工的第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仪表这个保护贴啊，它的保护贴。在施工之前呢，你要先准备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洒水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洒水器呢，就是你里面这个水啊，你会看到这里面有这个泡泡，就是你在这水里面就是加一点点一小滴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沙拉托，就是我们的清洁剂啊，就是洗碗精这样子，让它产生有一点点的泡泡，这样之后我们在贴膜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好去微调它的位置这样。然后，那你会看到说，现在我这个萤幕上面这个保护贴啊，其实是还没有撕掉的。
那这也是当初店家很贴心的，就是没有帮我先把这个仪表给保护贴给撕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它的灰尘，因为这个在贴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样的话才不会说贴上去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小气泡，就是那些灰尘造成的。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仪表贴给撕掉吧。然后这里面呢，它有附除了这个膜之外 ，OK， 它还有附这个贴膜的辅助工具包。然后这里就有这些可以擦拭干净的，然后先把它给擦一擦，然后这个可以把灰尘给粘起来用。把里面的气泡啊，就是慢慢的把它给推出来。那如果还有气泡的话，你在表面还是要喷一下，这样的话让表面保持湿滑的。你在推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就是导致说表面会刮伤，就是表面跟这个刮刀啊，它的摩擦力太强。好，那这一项施工完毕。这个驻车球啊，我觉得它离排气管的位置，就是其实是会干涉到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骑乘的时候，有可能因为后摇臂的作动，有可能这个驻车球可能会撞到排气管，所以我觉得这个驻车球呢，可能平常没有在用的时候，最好也是拆掉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贴油箱止滑贴的部分，那因为这个表面呢，最好就是要彻底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油脂，啊，所以可以用这个 Paint Prepare 这个，那它可以去把表面的那些残留的一些油脂类的东西，然后给去除掉。那各位如果像我一样没有办法说这个有办法自己去买原材料橡胶材料自己回来 DIY 去裁成这个形状的话，我是建议各位说直接就是买 Texpac 这个牌子，那个牌子是美国的牌子，然后我的 R1 也是用这个，那我觉得用起来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这次呢 Ligex 10R 的话，我也是给它装这个牌子的。这个困难点呢，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形状啊对得很位置很漂亮。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像我一样，就是可以先用这个遮蔽胶带把我这个位置先定出来，就是先初步位置调好之后，去把几个重要的安装点，然后这样子给定位。这样你在安装的话，比较不会说之后跟你原来排的位置会不太一样这样。这东西在粘的时候，就是慢慢的把它推过去。
搞定。那其实它原本还有附一个中央的这个防滑贴，但是因为本来原厂这边就已经有附了，而且还蛮好看的，所以这本我就是继续用它的。然后这个部分就留起来当备笔。那再来是手机架的部分啊，因为手机架的球座的话，它安装位置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先把这颗螺丝给拆起来。这颗螺丝比较特别，它是新型的螺丝，各位仔细看，它中间还有凸一个点。所以你要用的这个扳手呢，你是新型的这个扳手，但是中间这里是要有一个洞的这种，然后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把这个给开起来。然后记得哦，就是因为基本上它这里它是一个防甩头，所以它这里本来就是完全没有锁到底的，所以它这个防甩头这边基本上是可以活动的。然后所以你在到时候球座锁下去的时候，那假设你发现这里可以活动，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锁紧哦，而是因为它本来这里就必须要有一个预度，去预留说让这个鱼眼接头这里，它可以有一个活动的这个部分的角度。这个有点难拆，因为它底下这里有螺丝胶，所以你尽量选这种长柄的。会比较好，把它给弄起来。它因为是用长柄的，所以很怕会刮到这烤漆，所以你还是用个布把它给遮起来吧。好，那它底下这里有一个垫片的这个挖下，这个到时候也要把它复原。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鱼眼的这个球座，那这球座呢，它有附3个长度的螺丝，那基本上最短的这个螺丝是最适合的。那因为说，你看你现在把球座这边装下去之后呢，它这里的长度和原来的这个螺丝的长度几乎是一致。OK， 那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就是这样。装回去，看，哦。各位真的要很小心啊！就是你在装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这个垫片啊就滑掉，然后就掉到这个缝隙里面，然后就最后呢，我就几乎快把石阿给拆了一大半去了。好，那反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给装回去吧。好了，那这样装回去之后，这个防甩头还是可以活动的，可以正常的做动。反正各位如果要在装这个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啊，最好在这边塞个东西挡住，才不会像我这样子，原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然后变成要整个搞了10分钟、20分钟才把壳给拆完。好。然后再我们把 Good Lock 给安装上去。那我们先把避震的这个座给先安装上去。那这样就安装好了，试装一下 ，OK， 横的也可以。
好，那我们终于把这些配件都装上去了。那各位要注意哦，就是因为这些蛮多的都是用贴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是荧幕保护贴啊，然后或者是油箱盖贴，还有油箱防滑贴。那这部分的贴纸的部分，因为它的胶的这个粘性的关系，所以在你施工完24小时内，其实最好是48小时内都不要去碰到水。那所以就是让它干着，静置在那个地方，然后不要淋到雨，也不要洗车，这样的话它的胶的粘性才会达到最好。好，那以上呢，这些就是跟各位分享说，交车之后可以自己简单 DIY 就能够做到的一些配件。那这些配件呢，其实像我前面讲的，其实是蛮容易取得，然后而且施工的难度其实也相当的低。那各位只要有心的话，其实也能够从这边去省到一些不少的费用。好，那接下来在下一集的部分呢，会再跟大家继续再分享一些其他的配件的安装，但是其他的配件在安装的时候，接下来介绍的就会比较有一些难度，而且它可能就会需要上一些扭力扳手的部分。好，那就敬请各位期待下一集喽。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各位留言给我。那而且别忘了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好，那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